Galaxy A80 是三星 Galaxy 系列当中第一支达成真全萤幕设计的机种，更透过升降加翻转两种机构设计，让完整的镜组都可以同步翻转。不论是4800万的主镜头、123度超广角，或是 3D 景深镜头，都可以转过来当做自拍来使用。在录影上更是支援即时景深录影，以及继承 Galaxy S10 的超级防手震。Galaxy A80 的升降翻转，除了带来全萤幕，更让 A80 在相机上拥有更多可能。一起来看看吧。打开盒装，这次 Galaxy A80 随附了三星全新的25瓦超级闪电快充充电器 ，Type-C to C 传输线材，拔掉了 3.5mm 耳机接孔，却没有随附 Type-C 转 3.5mm 线材，稍微可惜。但是直接给了 Type-C 接孔的耳机。最后是针对 A80 升降翻转机构专属设计的保护壳，在萤幕表面也已经贴上了保护贴。A80 在配件上依旧给的大方，打开就能直接使用。外观设计上 ，Galaxy A80 在整机的 ID 设计上显得简约时尚。帮你手上的极净金版本在侧边采用高亮的玫瑰金侧框，并随着机身曲面弧度过渡到整面乳白偏粉的机身背盖。以 Galaxy A80 较大的机身来说，更大弧度的曲面机身也有利于让 Galaxy A80 在单手握持上更为舒适。而在整机下半部握持范围的手感上，机身边缘还是相当圆润好握。不过 Galaxy A80 在机身大小以及重量都比较大一些，如果你手比较小，建议两手使用会是更好的选择。这次最大的亮点当然就是 Galaxy A80 采用的翻转模组啦。不过准确来说 ，A80 采用的机构主要可以分为升降模组以及翻转模组两部分。在启动翻转模组后，机身上半部会先升起，再透过隐藏在上半部的翻转机构将镜头转过来。在收回时，则是会先让镜头模组翻转回来，再透过萤幕平面自然滑入并且收回。在实际体验后，帮你认为 Galaxy A80 在整个模组翻转的顺畅度非常不错，在升降时间跟容错率应该已经调整的相当完整。这一切也可以看到，三星在机构设计上还是强势。除了整片升降集成复杂度更高之外，整面的镜头翻转也让公差的掌握必须更为细致。做工上 ，Galaxy A80 在机身顶部的升降模组跟侧光的直线几乎保持一致，实际用手触摸顶部以及侧边，升降部分也相当紧实，不会有松动感。唯一让升降机构比较明显的是 Galaxy A80 在升降机构跟机身连接的底部还是有微小的公差。不过以独立升降模组的结合上 ，Galaxy A80 表现已经相当不错。而在升降模组的防护跟防呆上，一样具有自动收回的设计。不论是用手大力按压升降模组，用手转动镜头翻转模组，升降模组都会自动收回。如果手机不幸掉落，升降模组也会巧妙的将升降模组收一半，镜头底部往外翻，让镜头不会正面落地，保护好整个镜组。如果是放在桌上，手机也会在尝试无法收回后自动停止收回镜组，并跳出防呆的通知提醒。在整体配套上 ，Galaxy A80 也算是相当完整，不过还是不建议大家时常大力按压升降模组喽。机身配置上 ，Galaxy A80 顶部有麦克风，左侧有隐藏天线，两个独立的音量按键，右侧一样有隐藏天线以及电源按钮，在按键回馈上都相当不错。底部有双面设计的双 SIM 双4G 卡槽，没有 microSD 扩充功能，在卡槽上也有印上 Top 的防呆文字。接孔上采用 Type-C 传输接孔以及配置单喇叭 ，Galaxy A80 已经没有 3.5mm 耳机接孔，这点稍微可惜。不过以整体来说，还是可以看到三星在机构设计上的强势，在升降翻转上也算是准备好了才推出。这次 Galaxy A80 最有看头的，当然就是搭载可以升降翻转的3镜头啦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基本规格。Galaxy A80 搭载3镜头模组，由左到右分别是 f1.2 TOF 3D 景深镜头，大家最期待的 f2.0 Sony IMX586 4800万主镜头，以及 f2.2 800万画素123度超广角镜头。功能上 ，Galaxy A80 除了继承了非常多旗舰级的拍摄功能之外，也因为这3颗镜头可以翻转，不论是用背面拍摄或是自拍，都有了更多可能。就以自拍也有123度超广角来说，我们先来看123度超广角模组有多大。这么大的镜头模组，如果是在一般前置镜头，根本不可能放得下。只有 Galaxy A80 的翻转镜头，可以任性的让自拍也有123度超广角。我们也来看一组拥有超广角威力的自拍。
从一般、普通广角到123度超广角，在 Galaxy A80 超广角加持下，如果你想要拍半身照，再也不会找不到人帮你拍，找到了还可能拍不出你要的效果。现在只要把手微微伸出去，就可以拍出半身照，边缘人也能够享受自拍乐趣哦。如果是多人自拍，123度超广角除了可以挤进更多人之外，也不再只是看到一堆头，就算是长近的人也能够享有拍到上半身的权利。好啦，回归正题，我们就来看这次 Galaxy A80 的样张吧。这次 Galaxy A80 在主镜头上采用近期相当热门的 Sony IMX586 4800万画素感光元件，并没有搭载 OIS 光学防手震，稍微可惜。最大的特点当然就是 Quad Bayer 4合1像素的解决方案，在许多旗舰上也都能看到它的踪影。A80 在拍摄上一样是预设1200万，也可以在相机界面中手动启动4800万模式。直接来看样张吧。第一组样张可以看到，在光线充足的环境下，1200万跟4800万在整体画面风格上差异不大，预设1200万模式下的 HDR 效果会来得更好一些。不过在调校方向上可说是几乎一致。拉到建筑物细节来看，4800万画素细节保留还是明显更为优势。下一组样张一样可以看到，以整体来看，两者风格差异不大。不过放大到远处渔船上的文字，在4800万之下还是更为清晰。接着我们来看夜拍样张，到了夜间就不建议开启4800万了。在 A80 预设的1200万4合1像素合成之下，能够让进光量更为充足，在夜拍上也更有优势。虽然画面风格基本一致，但是看到整面建筑物的高光，再看到右下角的高光，101中心的小片高光区域，以及看到左下的暗部，都可以看到 A80 在1200万模式下，高光抑制效果以及暗部的细节保留都会来得更好。而 Galaxy A80 也有支援夜间模式，我们开启夜间模式后再拍一张，可以明显的看到，在开启夜间模式后 ，Galaxy A80 在整体的曝光上更为充足，暗部细节也更好。总结来说，邦尼认为4800万在日拍上跟1200万表现一致，一样拥有 AI 场景辨识，在光源充足的状况下可以开启，也能够让画面的细节保留来得更好。而在夜晚则是建议以1200万为主，在 HDR 效果的高光抑制以及暗部表现都明显的更为优势，当然也可以开启夜间模式，发挥出完整的相机性能。除了4800万超高像素之外， Galaxy A80 支援了30种 AI 场景智慧辨识，在右下角就可以直接启用。在成功辨识之后，圆圈内也会直接显示目前侦测的环境 icon， 在使用上也相当直觉。邦尼也提供几组开启前以及开启后的样张对比。第一组样张可以看到，在建筑物场景中 ，Galaxy A80 在开启场景辨识后，建筑物的 HDR 效果会更加强化，并且在建筑物细节上会来得更锐利，在整体风格上更能带出高楼的立体感。邦尼也实测，在4800万画素的模式下 ，A80 一样可以成功启用 AI 场景辨识模式。我们来看这组实物样张，在开启场景辨识后，整体画面风格会更为明亮通透，并加强实物主体的饱和度，让画面更显得丰盛可口。这次 Galaxy A80 也搭载了123度超广角，邦尼也不断的在说，超广角确实能够让构图拥有更多可能。究竟主镜头跟超广角差异在哪里呢？邦尼也提供几组样张给大家参考咯。第一组样张，在一般镜头下，你可以拍到2艘小船惬意的停在港边。开启超广角模式后，可以看到蓝天白云的港湾风景。再来一组，在主镜头下，你可以看到有着岁月痕迹、经历过大浪的渔船。在超广角模式下，更能带出渔船跟港口视觉上的张力。接下来这组，一般镜头能够捕捉到落日夕阳洒在高楼的自然光彩。而超广角镜头则是可以让壮阔的高楼在视觉冲击上更为放大。最后，我们再一次回到一开始的那组超广角自拍样张，可以看到在123度超广角镜头中 ，HDR 表现还是相当不错。在这组大背光场景中，不论是前景人像或是后景的大面积背光 ，Galaxy A80 在 HDR 效果上表现确实相当好。其实超广角跟一般镜头并不是谁比较好，而是相辅相成。超广角能让画面更有张力，带出更强烈的视觉冲击。拍照也就是这样，找到自己喜欢的镜头、喜欢的构图、喜欢的角度，最后按下快门。欢迎大家一起试试看，用超广角来探索啦。而这次全新加入的 TOF 3D 景深相机，除了支援即时景深预览的拍照之外，更是支援即时景深录影。在录影模式下，也可以即时套用景深效果，不论是拍人或是自拍都相当实用。邦尼也提供景深样张给大家参考。在景深预览的照片上，更是支援了包括柔焦、旋转、
缩放、显色4种效果，可以在拍摄完成后重新套用。接着邦尼也提供即时景深的影片给大家参考喽。在录影方面 ，Galaxy A80 除了支援 4K 30fps 的录影，更是支援从 Galaxy S10 系列继承下来的 Super Steady 超稳定防守阵。想必看到这段影片都还记忆犹新吧？不过重点来喽，没错 ，Galaxy A80 可以翻转镜头，所以超稳定防守阵前镜头也能用。因为是采用超广角镜头裁切进行稳定，所以在画面上相较起一般镜头更是来得广角，根本能够摇身一变成为手机界的 Vlog 神机。我们先来看这段超稳定防守阵的实拍。5、4、3、2、1。在旁边大家可以同步看到 ，Brian 实际上跑步速度并不慢，在抖动幅度上也非常大。如果这样还不够，邦尼也提供一般 1080p 30fps 录影以及超稳定防守阵的对比。邦尼只能说真的超强 ，Galaxy A80 拥有超广角，又有 Super Steady 超稳定防守阵，还直接有大荧幕可以直接看画面。Galaxy A80 应该可以说是目前最适合用前镜头记录生活的手机之一。Samsung Galaxy A80 在效能上搭载全新的高通8核心 Snapdragon 730，并且配置8GB 的 RAM 以及128GB 的 ROM， 在安兔兔跑分上更是正式突破20万大关，来到了207127分。简易跑分数据可以参考一下表格，更完整的测试结果一样可以在 xbonny.com 上找到。邦尼也进一步带大家来看 Snapdragon 730的几项重点指标。首先是跟 Snapdragon 710相比 ，Snapdragon 730在 CPU 分数上提升了将近2万分，在 GPU 效能上更有15000分左右的提升。在 Geekbench 的测试当中 ，CPU 的单核性能更是超越许多 Snapdragon 845的机种，来到2400分左右。虽然在多核以及 GPU 的性能来看还有一些差距，不过 Snapdragon 730确实有更大的提升。Galaxy A80 也算是真正的刷新轻旗舰定位该有的性能水准。以实际体验来说，我们实际来玩传说对决，画质帧率全开完全没问题。崩坏3在高画质之下也还算顺畅。对于中度游戏玩家 ，Galaxy A80 其实已经足够负荷了。续航部分 ，Galaxy A80 搭载3700毫安时电池，在 PCMark 80%到20%续航测试中来到11小时9分，表现上相对中规中矩。轻度的日常使用下，一天一充算是足够。中高度使用者建议多带颗行动电源。不过在回血上 ，Galaxy A80 支援三星全新的25瓦超级闪电快充，相较起 A70，A80 在连接三星的25瓦充电器时，会有青蓝色的闪充动画。一般充电器只会显示白色的充电动画，也让超级闪电充电时能够有所区别。Galaxy A80 在邦尼的1小时充电测试中，充满了89%，在0到60%只花了33分钟就完成，再花了15分钟充满80%，最后又用了45分钟进行涓流充电，充完了剩下的20%。完整的0到100%充电历程总共进行了1小时33分。可以看到三星在前段的25瓦快充上，相当稳定的达到每分钟几乎2%的速度在推进。最后为了保护电池的使用效率，在最后的20%涓流时间也是比较长的，缓了下来。以整体来看，三星的25瓦超级闪电快充，充电效率、稳定度还是比较高。而在生物特征辨识上 ，Galaxy A80 只支援萤幕下指纹辨识，一样是采用2D 光学影像的辨识方案。以实际体验来说 ，Galaxy A80 应该是今年三星家光学指纹辨识中成功率最高也最快的了。在使用小技巧上，邦尼会建议光学指纹辨识需要大力一些按压，让指纹清楚的贴在萤幕上，成功率会更高更快。在解锁上也加入了全新的动画，不过只有一种预设，稍微可惜。在连接性能上 ，Galaxy A80 支援 VoLTE、VoWiFi 以及4G 双卡双待，并且支援3CA 以及 NFC。在行动支付上也支援 Samsung Pay， 也欢迎大家点击右上角资讯卡，前往 A70、A50 的评测。邦尼也针对 Samsung Pay 有进一步的介绍。影音娱乐部分 ，Galaxy A80 受益于升降翻转模组的加入，搭载6.7寸20:9 Full HD Plus Super AMOLED New Infinity Display 全萤幕设计，也是三星第一款真正全萤幕设计的手机。在萤幕占比上更是来到了93.8%，不论是额头、下巴或是左右两侧的边框都收得更窄。邦尼能说全萤幕在爽感上真的很高。
以实际体验来说 ，Galaxy A80 采用全新的全萤幕设计，在观看影片时沉浸感会来得更好，并且支援 YouTube HDR 影音串流。在纯色的显示上依旧相当饱和，在表现上依旧是同级中的前段班。而为了达成全萤幕 ，Galaxy A80 一样将所有感测器隐藏到萤幕下方，在电话听筒上也采用了萤幕震动发声技术，在萤幕表面没有任何听筒开孔，只要贴上手机表面就可以听到声音。在音效上 ，Galaxy A80 采用单喇叭设计，音量上足够，音质维持一般水准。虽然没了 3.5mm 耳机接孔，不过接上 Type-C 耳机后，一样可以开启 Dolby Atmos 以及 UHQA 超高音质。其实邦尼认为 Galaxy A80 打从一开始设计升降翻转镜头，除了想要达成真正的全萤幕之外，也顺势的想要尝试把升降翻转变成一个新的可能，当然也同步带来了更好的相机性能，因此也才有升降翻转的选项出现，或许也是在挑战自家的 ID 跟机构设计吧。不过 Galaxy A80 确实是目前最接近三星轻旗舰定位的机款，拥有 6.7 寸 New Infinity Display 全萤幕设计，显示效果依旧维持三星家的萤幕水准，相机前后都可以使用 Sony IMX586 4800万画素的主镜头，前后都有123度超广角，前后都可以有更准确的 3D 景深预览，录影上更是前后都能启用 Super Steady 超稳定防手震。Galaxy A80 确实是一支最完整实现 Samsung 今年 A 系列推出时所打出的直播时代正式来临的一款机种，也是目前为止在自拍上硬体最完整、功能最多的一支机种。在规格上搭载高通8核心的 Snapdragon 730，以及25瓦超级闪电快充，在效能跟快充上更是有着明显提升。有兴趣的观众，现在购买 Galaxy A80还附赠360度美拍脚架，可以直接透过遥控器控制手机脚架旋转。对 Galaxy A80 有兴趣的朋友，不要错过喽！好啦，本期节目结束了，不要忘记右上角对 Samsung Galaxy A80 进行投票，或底下留言告诉邦尼团队，你还想知道 Samsung Galaxy A80 哪项功能或想看的产品测试。对了，快点到 Facebook 私讯邦尼的粉丝专页，找邦尼 AI 小助理玩吧。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，不要忘记订阅邦尼，并且追踪我们的 Facebook、Instagram， 以及加入 Line@ 跟我们讨论。如果还有其他问题，别忘了底下留言。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。